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韩国语的余，兄弟姐妹的弟。双十一已经过去了，各个电商平台也都不无意外的宣布各自的如何的破纪录的成绩，请注意哦，这是不无意外。如果他们宣布说今年没有打破去年什么什么记录，那才叫真的意外，对吧？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4982亿啊，这是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金额。今年双十一天猫的 GMV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32亿，这是过去3年来最高的增速。去年是多少呢？去年是2684亿啊，貌似好像真的成长了很大。然后再来看看京东，京东是全球热爱级累计下单金额突破2715亿，创近年来最高增速。今年的2715亿，较去年京东双十一累计下单金额2044亿，增长了超32%。反正嘛，各家都是喜报频传。那我们就再来看看今年到底是怎么了啊？首先，作为在中国互联网多年摸爬滚打的余地我来看来，今年似乎在双十一前的它的活动各个平台的推广啊，好像没有往年那么热闹。然后看看自己身边的朋友，包括你看看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就知道，好像没有往年的那么多人的那么的激动，或者说分享转发双十一相关的各种资讯。今年就我个人的直觉判断，好像真的少很多了啊。当然，这背后是不是各互联网平台公司的预算在这方面的推广预算做了大幅的下降有关啊？我也不知道是否下降啊。也就是说，在双十一之前，余地个人感觉今年的双十一较往年来说，它的成绩是要，我指的是实际的数据啊，并不是这些平台官方吹出来的数据啊。实际的金额应该是要比往年降低才对啊。然后呢，当然现在实际出来的这些数据呢，我也无法去判断或者说去调查它的真实性啊。其实呢，余地我呢一直以来有一个非常简单可以确认各大平台销售额数据的建议啊，是给国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让税务局去查账就行啦，对吧？最后以国家税务局的这个数据为准，这个是最靠谱的。也就是说，用我们俗语来说，就是吹牛也要上税的，那否则那你就别吹牛。当然啦，电商的电商缴税这个议题一直在争议。其实，余地我个人看来，这个是根本就没什么好争议的事情，是吧？你实体要缴税，你电商为什么不缴税，是吧？所以这个背后的数据，余地，我今年我个人认为绝对是下降的，除了拼多多之外，啊，拼多多的事情我们后面会说，啊，反正阿里系的，不管是淘宝还是天猫、京东也好，
余地我个人认为肯定会下降啊，但他们官方爱怎么吹怎么吹，我也没办法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双十一这个人造的节日还能玩多久啊？我们今天就是来帮大家剖析剖析双十一的各种问题的存在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各大电商平台，不管是双十一还是平时玩的最嗨的一个套路，叫刷单啊。但现在直播电商刷单刷得更猛啊。什么叫刷单？刷单就是从早期的传统的电商的那种好评差评啊，再到现在的直播带货的各个直播间里充满了各种刷礼物的机器人还是怎么样啊？看着好像这个直播间里几百万人是吧？其实大部分全部是机器人，全部是虚拟的啊。然后第三个套路是什么呢？是吧？就是虚假发货或者退货啊。也就是比如说我也有很多做电商的最底层的那种朋友，来请我帮忙啊，帮他刷个单，好的，是吧？我就在平台上给他下个单，他随便通过物流发个什么小东西，其实不是我下单的这个货啊，然后呢发过来是吧？这样呢物流整个痕迹全部在平台的数据留下来了，平台判定它也不会是造假。然后呢，是吧？他再退钱给我，是吧？这就是虚假发货啊。还有这次呢，就是双十一的时候已经有爆出来，是好像是那个薇娅吧，是吧？说他是吧，发货来不及，然后先送赠品，先把赠品这个物流跑出去先，这样平台就是说你及时发货了，确认 OK，是吧？然后再把赠品就正式的产品慢慢发给他，或者甚至是有发没发谁也不知道，是吧？这是一个套路啊。还有个呢就是退货，也就是说，双十一为了冲量，为了冲自己的权重，各个卖家会玩，比如说次品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虚假宣传的产品发给用户，是吧？在手机上或者在电脑上，你看着这个商品的图片各方面很漂亮、很诱人，怎么样，价格很不错，是吧？然后你收到货了，你才发现是被骗了，或者产品有残次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就退货呗，是吧？卖家也无所谓啊，反正我数据冲上去了，你退货也 OK 啊，是吧？这就是刷单的各种各样的套路啊。好像刷单是纯粹的是卖家的行为，跟平台无关。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商平台啊出来讲话说，我们坚决打击刷单，坚决怎么样，然后余地我就看着就笑笑啊。为什么呢？因为刷单这个事情，如果你平台真的有心要去做，会防不住吗？或者说你用权重的一个方法或怎么样，其实完全有办法，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只是看平台愿不愿意做的问题。我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之前淘宝被批为全球的假货平台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马云说啊，我们建立了多么强大的制度，是怎么样打击假货，没用，是吧？他全部在那里吹牛逼嘛，对吧？他反正是吐各种苦水嘛，说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国家电商法一颁布，你们看看，现在谁还敢卖假货？平台，你不是说你管不住吗？现在怎么就管得住了呢？难道真的是这些卖家一下子变乖了吗？还是你们平台使出了什么杀手锏，
能防止这些卖假货呢？反正你自己心里有数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刷单不是卖家的事情，刷单和平台的关系有点像杜月笙说的夜壶的概念。大家知道夜壶这个故事吗？也就是说，杜月笙是上海的黑帮的老大吧，也就是青帮的老大，是吧？然后蒋介石需要他的时候，是吧？那青帮就小犬马之劳，真的帮了蒋介石很大忙，当年是吧？但是呢，当蒋介石执政了，是吧？要去做自己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会不理杜月笙，跟他保持距离，越远越好，是吧？这也就是刷单，也就是我们各个平台的夜壶，需要你刷出数据给投资人看，给政府看，给买家看的时候，好，我平台就睁只眼闭只眼，你下面的卖家去刷吧，是吧？然后社会舆论太大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又会出来说我们要坚决打击刷单怎么样？的确，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动作，但不会把刷单这个产业刷死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这个刷单产业是早就已经是产业化了啊。从软件的开发到一些运营，是吧？还有一些人工的拉粉，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的，你明白吧？像我前面说的，我朋友让我帮他刷个单，那些根本就是不成规模的刷单，说句难听的话，只是玩玩而已，是吧？正儿八经的刷单，大家可能在网上也有看到那种手机房一排的手机架的那一种，是吧？余弟我曾经也真的领教了这些刷单的牛逼呀，是吧？差点让我一夜之间破产。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形成产业化？也就是你这些平台鼓励的，或者说默许的一种东西嘛，对吧？否则它不可能产业化的起来了啊。然后就是说，你互联网它是一个数据的时代，数据真实的数据那是可以作为各种判断的依据，是吧？但是数据也是最容易造假的一种东西，大家明白吗？我们比如说传统的报表上，我们随便改个数字就是改数据很方便啊，对吧？所以说刷单这些套路，是吧？相对于它实实在在的把平台做起来，把这个网店做起来，刷单当然是最简单的嘛，是吧？那多累啊，是吧？天下真的没有好做的生意吗？是吧？天下生意都难做啦，是吧？好，我们聊完刷单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说平台压榨卖家的问题。平台首先是吧，是让卖家们先是给他一点甜头，比如说你这个卖家刚入驻的时候会给你一些流量，是吧？让你启动起来，觉得做这个网店还是挺有那个积极性的，是吧？这是很常规的套路了。然后你就慢慢没有流量，慢像淘宝上要去开车像抖音上也要去买那个流量，是吧？都是这个套路，是吧？这个也就算了，现在反正是公开的。其实还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平台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也就是互联网平台它也不断的去完善，或者叫成熟的一个过程。什么叫成熟呢？也就是发现了各种的漏洞了之后，不断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堵上这些漏洞，是吧？这个漏洞是谁发现的呢？
就是卖家很多参与平台的人会去找这个漏洞，找这个漏洞之后呢，他去利用这个漏洞，然后给自己获利，是吧？而这个漏洞其中找到最大的一个漏洞在哪里呢？就是与平台的各个部门的运营人员，可能其中就会寻找到一个漏洞，然后就可以大捞一把啊。这也就是说，要么是平台的规则要去压榨你，要么就是你找到漏洞之后，和这些平台的运营人员就是卖家被他们压榨。所以双11也好，或者电商平台也好，它的套路啊真的很深。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是吧？卖家在苦苦的哀求着天猫超市的运营方啊，怎么样啊？做卖家真的是不容易的，不要想着自己就是那个他们宣传里的那个神话，你只是韭菜啊。好，我们说完电商数据的一个真相的一个内幕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国家从政府是否还会让双11这样的人造节日玩下去。非常微妙的是，今年的11月10号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征求意见，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余地这10多年来一直在说，国家早就该管了，但是某些政府官员以打着为互联网经济保驾护航这样的一个高大上的旗帜，是吧？然后呢，就纵容着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各种垄断行为，大鱼吃小鱼，是吧？不垄断，其实这些平台就没法赚钱。我告诉你，就是说，你垄断是客观存在的，垄断并不是犯罪，只是你在取得了垄断地位了之后，你怎么去滥用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那时候你才是违法啊。所以，但是这么多年发生实在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国家工商总局啊，就是现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本就不管。我很有数啊，市场监督总局就是在纵容啊，或者叫能力所限啊。说句实话，有些他们也办不了的案啊。所以现在在11月10号发出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它是不是有针对性呢？啊，然后大家也清楚，我前几天也说过了，就是蚂蚁金服在上市之前突然被喊卡了，而且是距离双11没几天哦，是吧？也就是相当于在你阿里要办喜事，每年要搞周年庆的时候，老子把你给泼你一盆凉水的概念，是吧？我们暂且不说，蚂蚁金服上市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个阴谋或者怎么样啊？但至少它是发生在双11之期，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层面的一些行为，对于双11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都是在挑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也是对于双11当中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已经在勒紧脖子了啊！就像就是这个反垄断指南当中的是吧？
明确对以下行为进行反垄断监管啊，不公平的价格行为，低成本的销售就是亏本赚吆喝的行为，是吧？这个实在太普遍了，是吧？限定交易啊，也就是比如说2选1的平台啊，差别待遇就是大数据杀手啊，反正这些很多，就是平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做了真的非常多非常多违法的事情。我们说的这个违法，并不是仅仅是违反反垄断法，还有反不正当交易法，是吧？还有工商的各种法律，是吧？很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也是对双十一很头痛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用户在双十一是不是你真的能够买到便宜货？我们今天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相信也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首先，余地要非常坦诚的告诉大家，双十一买不到便宜货。我先把结论给你啊，是什么意思？你在网上买东西分两类的产品啊，一个叫品牌商品，一个叫无品牌商品吧。啊，当然商标也有的，只是说他们品牌不那么知名的东西啦啊，或者准确叫知名品牌商品，一种叫非知名品牌商品啊。好，我这么跟你说，这个品牌商品它之所以会做出品牌，是因为它的市场价格控制行为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电商已经出来这么多年了，相信各个品牌商对于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价格控制，包括各种政策，应该已经是完善了。但各家不一样了啊。品牌商品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市场指导价嘛，或者叫终端销售价嘛，它是要统一的，对吧？然后作为品牌商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品牌商，是吧？线上线上的代理商也是肉，是吧？线下实体的这些代理商、经销商更是我的肉，是吧？两边不能厚此薄彼，是吧？只是说今天你双十一线上的代理商，OK， 好，我给你政策啊，一年我给你，比如说100万的推广费，好，你去玩吧，是吧？你去打价格战或者怎么样，随便你，是吧？然后呢，这边是线下的一个经销商，他可能不用去赶双十一，是吧？但是他有比如说春节促销是怎么样，是吧？他线下的也会有各种的优惠政策啊，或者说奖励政策啊，或者推广政策啊，或怎么样，是吧？所以一年下来，是吧？线上的总平衡来看，不仅仅是双十一这个品牌货品牌的商品，它也在双十一在线上打折。其实，在线下或者说其他的很多渠道，也都会有各种形式的一个折扣，但是品牌商给出的那个最低的那个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啊。比如说，一年365天，它有265天是保持一个原价的。然后，比如说，在线上双十一这前后是吧？它打个5折是吧？然后在线下是吧？它是春节前后打个5折或怎么样是吧？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然后我们就说线上的这些卖家是吧？他难道仅仅是双十一吗？是吧？他平时什么618，反正互联网别的没有，就节日多啊，对吧？什么情人节啊，是吧？什么七夕呀，是吧？反正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折扣其实都是虚的多，实的少啊。我教大家一招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不要去看双十一它这个
网站上显示了我这个原价多少，打折多少，你不要看这些是根本就没有看的意义的。你要去看你的，也不要去看购物车，购物车它也会改的，你就要看的是你以前的购物记录啊，也就是说，曾经这个卖家他是使用了各种的套路，才会让你是真的掏钱去买这个货的这种行为，这种优惠力度的，你当时花了多少钱？然后你现在再看看双11你买这个货需要花多少钱，那你就能知道双11真的是否有优惠。反正余地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购物清单里，在双11的99.9%是没有1毛钱优惠的，反而还贵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当然我这个是指的是淘宝啊，是天猫啊。接下来就是网购电商是不是真的有优惠呢？会有优惠。优惠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卖家他的确这个利润压的比实体店要薄一些，因为这个房租也好，各方面也好，的确是比实体店运营成本要低一些。但是呢，同时呢，你也要考虑，它现在的流量价格非常贵啊。其实房租的价格抵扣掉那个流量买直通车的这些价格之后呢，其实是差不多了。所以说呢，没什么好争的。现在最重要的优惠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就是平台自己是不是真的拿钱出来补贴啊？这个优惠呢，今年最让大家惊喜的其实是拼多多啊。我没有拿拼多多的钱啊，也就是说，拼多多今年的100亿补贴是玩真的啊，上面的价格很多真的是低的让你无法想象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是淘宝还是京东，他们的所谓的品牌商品来说呢，说句实在话，没多大的一个优惠，特别是双11期间，号称是有拿出什么优惠，那也只是卖家自己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的一个优惠。其实也说句实在话，对于余地我来说，诱惑不大了啊，根本没什么意义了啊，因为你同样的商品，你没有这个品牌，我可以选另外一个品牌，品牌之间还是在竞争的，对吧？啊，所以说我并没有对一个品牌的忠诚度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这里呢是有优惠，但是呢不是双11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双11说句实在话，各个卖家已经被1年4季的这么多什么的一个活动啊，整平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已经玩得累了。现在的套路基本上就是虚标一个，也就是我前面说的250天，是吧？它是这个正常价，然后呢搞活动了放到这个价，并不只有双11啊。所以我相信中国的这些买家啊，因为时间久了，也都知道这些套路，而且是一个什么呢？双11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多啊，所以呢，各大平台呢，它是跟实体的店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比较，这是的确有优势，它可以把自己的流量这部分的成本让出来，是吧？但是现在呢，中国互联网用户的真的用户量非常庞大，大家也早就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在电商平台去看东西、看价格，所以双11它的一个价值，它的一个对于你的一个冲击已经越来越低了，没多大意义啊。这才是双11还能玩多久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在这里啊。好吧，今天我们
就聊这么多，也就是说，双11还能玩多久？我告诉你，真的玩不了多久啊！第一，政府不跟你玩了啊，不被你忽悠了；第二，卖家也都玩得明白了，你的流量价格也真的很贵，不是那么随便能玩的。第三，买家，这是最关键的是，买家也知道你上面这些价格真的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没什么好玩了。所以双11，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的双11会逐步的式微了，逐步的它的影响力会降低，并不是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各种中秋节、春节啊这样人们都必须要去过的一个节日。因为双11你是让大家过节，是要大家掏出口袋里的钱的，这样大家明白了。所以这个节就没什么好过了。我相信啊，接下来双11会慢慢的从中国人的记忆当中消失了，好吧？啊，如果你觉得余迪我今天说的还在理，那就麻烦给点个赞，订阅一下，好吧？啊，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再见。